结婚3年，我的老公傅西周还不认识我，他能记住全世界，唯独记不住我的脸。我换个发型，他就问我小姐你找谁？我换件衣服，他就以为我是家里新来的保姆。周年纪念那天，我和他公司的员工一起被困在塌方的矿洞里，黑暗中，我摸索到他身边，告诉他自己是宋志，他却一把推开我，别装了，我妻子根本没来，救援队挖了3天3夜才把我救出来。当晚，傅西周在庆功宴上举杯，感谢各位，无人伤亡，全然忘了还躺在医院的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只穿一个颜色的衣服，留同样的发型，用一样的香水，只为傅西周能认出我。可每次见到我，傅西周还是像见到陌生人一样。我以为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，可在我飞去国外给傅西周庆生那天，却看见他拨开拥挤的人潮，准确地抱住了一个女孩。原来他记不住我的脸，只不过是因为我不是他爱的人而已。既然如此，那让我们相忘于人海便是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我刚转身就被几个外国警察围住，他们把我当成了什么通缉犯，可我蹩脚的法语却让他们面孔更加森冷。我被按着重重跪在了地上，慌乱中，我下意识看向不远处的傅西周，傅西周，救我！他们抓错人了！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喊。他闻声看来，目光从我脸上扫过，然后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，平静地移开视线。我不认识他，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冰冷的一句话。15天，在暗无天日的审讯室和冰冷的囚室里，我数着钟声熬过360个小时，直到一份 DNA 比对报告，才终于还我清白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警局，迎接我的不是傅西周，而是他的秘书。小陈推了推金丝眼镜，语气里满是责备。顾小姐，你在搞什么？你知道傅总在机场等了你整整2个小时吗？我心里的那点余温，在异国的冷风里彻底凉透。回国那天，刚出闸口，我就被无数闪光灯和话筒包围。我在国外入狱的事，成了一桩人尽皆知的丑闻。好不容易冲出重围回到家，傅西周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责备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在外面要穿白色外套。魏时魔不听，他皱着眉，语气像是在训斥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你明知道我脸盲，分不清女人的脸。我攥紧了手，他又翻了一页文件，头也不抬地发出第2道指令。公关部已经拟好了稿子，明天开记者会，你去澄清一下，给公众道个歉。道歉？我替谁道歉？替他傅西周的冷漠无情，还是替他所谓的脸盲？我看着他冷漠的脸，轻声问，在机场，你抱着那个女孩是谁？他翻动文件的手停住了，脸上难得的出现一丝僵硬。几秒后，他才开口，当事人太多了，我以为那人是你。我差点气笑了。那天那个女孩穿着一身明艳扎眼的红裙，烫着一头我从未留过的大波浪卷发，而我衣柜里连一件红色的衣服都没有。傅西周，那天我明明喊你了，心里的不甘还是让我问出了口。然后呢？傅西周抬抬眼皮，你想让我为我的心理疾病道歉吗？宋志，早在结婚前你就知道我有这个问题的。看着他无动于衷的脸，我突然很累。是啊，一切都是我的咎由自取。好，记者会我会去的。傅西周却走了神，视线定格在我随身的包上，那里露出了半本航空杂志。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，这才发现杂志翻开的那一页是一张交响乐团的演出合照，密密麻麻几十号人，而在照片最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坐着一个拉大提琴的女孩，是傅西周抱住的那个女孩。那照片模糊的几乎看不清五官，可傅西周就这摸一眼就看见了她。原来他不是认不出女人的脸，只是认不出他不爱的人而已。心脏像被攥住，连呼吸都带着疼，可我还是扯出一个笑，将那本杂志拿出来，塞到傅西周的怀里。给你，我不要了，这副太太的身份，还有这被漠视的3年，我都不要了。第2天，我准时到了记者会现场，聚光灯像一把把尖锐的刀，齐刷刷朝我刺来。我穿了一身蔷薇色长裙，跟傅西周要求的白色完全相反。接过主持人话筒，我平静开口，我之所以被误抓，是因为我丈夫傅西周先生当着警察的面说不认识我，全场瞬间炸开了锅。
我顿了顿，看着某个摄像头，就像透过它在看傅西周。我想，结婚3年还认不出自己老婆的人，困在婚姻里应该很痛苦吧。所以我决定成全他，我和傅西周先生就此离婚。坐上车，我才发现手在抖，不是害怕，是终于摆脱枷锁的那种轻松。手机疯狂震动，屏幕上显示傅西周3个字，我直接关机，车子还没开出多远，就被傅西周拦住。傅西周从车上下来，脸色黑得像要滴墨。宋志，你疯了！他一把将我从车里拽出来，力气大的像要捏碎我手腕。谁给你的胆子在记者会上乱说？我冷冷看着他暴怒的脸，我说的哪句不是事实？他被我问得噎住，怒火更旺。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对别人造成伤害？万一他们挖出机场监控，青竹被卷进来怎么办？他好不容易才进维也纳乐团，他果然分得清，心底的痛一下子蔓延开，几乎把我折磨得千疮百孔。傅西周，你认得出他？傅西周脸上满是藏不住的烦躁。那又怎样？他对我意义不同，可我还是跟你结婚了。别忘了，这一切都是你求来的。是啊，一切都是我的执念作祟。傅西周连我脸都记不住，又怎会记得20年前的约定？我抹去脸上泪水。傅西周，我后悔了，离婚吧。傅西周沉默了，可脸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轻松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像做了个重大决定，开口说：别闹，你跟以前一样，一直穿白衣服，我肯定不会认不出，我不会跟你离婚，是吗？我扯出个笑，抬头看他，他大概忘了今天早上从我手上接过一份什么文件。我不过戴了个假发，换了身衣服，傅西周就当我是新来秘书，看都不看就签了那份离婚协议，还让我去收拾他书房保险柜。傅西周精心把昨天那本杂志上阮青竹照片剪下来，我打开保险柜，满满一柜子全是阮青竹报道，红衣服的、蓝衣服的、黑衣服的，不管阮青竹打扮成什么样，傅西周都能认出她。而最早一张照片里是还在高中的阮青竹，穿着白裙子，一头黑长直，和这3年里我费尽心思维持的样子一模一样。我正出神，傅西周突然拉起我手，宋志，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我嘲讽地扯扯嘴角，刚要开口把一切说清楚，傅西周却猛地把我推开，朝着一个方向跑去。我顺着看过去，阮青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跑了一半，傅西周又像想起什么，回头喊道：宋志，你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可他开口喊的方向却是对着身旁另一个女人，她也穿着跟我一样的蔷薇粉裙子。我毫不犹豫扭头就走。傅西周因为我擅自离开大发雷霆，但那天我就坐在旁边咖啡厅跟办身份的人谈事，整整一下午，直到天黑，傅西周都没回来。我没理傅西周，反正只要我换身衣服，在他面前就跟透明人似的。出国手续都办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买新衣服。这几年为了让傅西周多看我一眼，我衣柜里全是白色衣服，看着就像个移动灵堂，现在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销售热情地拿出一条火红色连衣裙，我刚要刷卡，一道清冷声音传来：我也要这条。我扭头就看见阮青竹那张高傲的脸，她上下打量我：宋小姐，你还在挣扎什么？机场的事还没让你看明白，西周哥不爱你，你买再贵衣服，他也当你不存在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从钱包抽出黑卡递给销售，把他碰过这件还有这个系列所有款式都给我包起来，还有把他请出去。销售立刻去亲人，可就在这时，傅西周出现了，他直接就往阮青竹那儿走去，瞧都没瞧我一眼，把裙子包起来给阮小姐。销售惊得瞪大眼，小声提醒：傅总，可这位是您？我化了个烟熏妆，顶着一头特别扎眼的橘色拉美卷。傅西周果然没把我认出来，他算什么玩意儿？傅西周声音不大，可整个专柜的人都听得明明白白。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女人也敢跟青竹抢东西。他转头看向那已经惊得呆住的销售，语气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：从今天起，给我记住阮小姐长什么样，以后傅氏旗下所有产业都得无条件优先为她服务。阮青竹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把裙子一扔：算了，我也不稀罕，就留给那些没人爱的可怜虫吧。傅西周也莫多纠结，只要你开心就成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傅西周那目光始终停留在阮青竹身上，心里最后一点温热
也彻底没了。回到那住了3年的别墅，门禁系统却显示验证失败。我正打算给管家打电话，大门却从里头开了。阮青竹他拉着我的拖鞋，身上裹着傅西周的浴袍，他皱着眉头，就跟看见什么脏东西似的。我还以为你是个知趣的人，应该懂点分寸。缠着西周有意思吗？学我穿白衣服有意思吗？我站在门外，夜风吹得我直哆嗦。是啊，真没意思。我还在幻想什么呢？我低下头，把手上那枚傅西周亲手设计的钻戒摘下来，黑卡、车钥匙，还有我和傅西周的结婚证。我把这些代表傅太太身份的东西一件一件整整齐齐摆好，然后我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。我拿出一部全新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。喂，是我。从现在起，世上再没有傅太太这个人了。傅西周莫再联系我，估计是觉得我还在耍小孩子脾气，随便他怎么想。我忙得很，哪有空理他。八卦头条倒是推送得很勤快，照片里他和阮青竹出双入对，那张冷峻的脸上满是我从没见过的柔情。对于和阮青竹的事，傅西周既不承认也不否认。我划过新闻，关掉手机，继续清点名下所有资产。这些我为了靠近傅西周攒下的东西，现在都换成现金，打进一个打击拐卖的民间团体账户。负责人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了，一个劲的跟我道谢，我却盯着那些被解救孩子的照片发起呆来。我和傅西周当年从人贩子手里逃出来，却在大山里迷了路。小小的傅西周把摘到的最后一点也果给了我，自己只能靠吃泥巴填肚子。可我们还是被抓了回去，生锈的铁棍砸在身上，我吓得尖叫，傅西周却死死把我护在身下，闷哼着承受了所有毒打。血腥味散开，他都快没气了。趁人贩子喝得烂醉，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，钻狗洞出去报了警。后来傅西周被赶来的傅家人接走了，我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跟他说。他昏迷前说要娶我的约定，成了我往后许多年里唯一的执念。我拼了命才一步步走到他身边，成了他的妻子。没想到却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傅西周早就把那些事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回到临时住的短租房，竟看到阮青竹悠哉地坐在里头，他甚至还抬眼冲我笑了笑。你回来啦！下一秒，外面警笛声大作，房门被一股大力撞开，一群黑衣保镖冲了进来，不由分说就把我死死按在地上，不许动。紧接着，傅西周冲了进来，一把抱住阮青竹，声音里满是后怕。青竹，没事了，都怪我疏忽，才让你被人绑走。他抱着他，就像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再让你出事。这话听着好耳熟。按住我的保镖队长认出了我，傅总，这是……傅西周终于肯回头看我，可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仇人。我脸被打得偏向一边，嘴里顿时满是铁锈味。我没哭，反而有点想笑。我管他是谁。傅西周声音冷得像冰碴子，只要敢伤害青竹，就算她是首富女儿，我也让她付出代价。给我好好招呼她，让她知道绑架青竹是什么下场。保镖队长还想说什么，被傅西周一个凶狠的眼神吓得闭上了嘴。我被拖进一个空房间，拳脚不断落在我身上，身上疼得厉害，可脑子里却忍不住想，原来当年傅西周替我挡的棍子打在身上这么疼。血腥味在口鼻间弥漫，我却一点都不害怕死亡。我这条命本来就是傅西周给的，现在也算还给他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房门开了，阮青竹靠在傅西周怀里。西周，他也得到教训了，把他弄走就行，别让我这辈子再见到他。傅西周想都莫想就答应。好，他亲自押着我去了私人机场。被推上舷梯的时候，我脖子上的项链被扯断了，玉蔷薇吊坠掉在地上，这是傅西周亲手给我挑的，也是唯一一次。在秘书提醒后才想起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在别墅门口，我终究还是没舍得把它扔下。傅西周皱着眉捡起这东西，怎么有点眼熟？那一刻，我的心竟不合时宜地跳了一下。可阮青竹只是轻轻咳了2声，拉了拉他衣袖。西周，风大，我冷。傅西周的迟疑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他随手把吊坠扔在地上，抬脚就撵了上去，把他拖上去。这辈子都别让他再回国内。飞机引擎轰鸣，巨大的推力把我按在座位上。也罢，他亲自送我走，亲自了断过去。从此
不再相见。这已经是傅西周第50次找心理医生了。小时候被拐卖留下的后遗症，脸盲，到底还是给他生活带来了麻烦。宋志这次居然气成这样，差不多半个月都没联系他，是他做的不好，陪阮青竹的时间太多了。可他已经违背了小时候和青竹的约定，娶了别人，总不能连陪他这点小要求都不答应吧？这次心理治疗是要他在催眠状态下画出那个小女孩的模样，一步步还原被拐时的场景，才能治好心理创伤。傅西周觉得这很简单，画出来肯定是阮青竹的样子，可接过画的心理医生却忍不住惊呼：怎么是他？心理医生摘下眼镜，把画板转向傅西周，画纸上是个瘦弱的女孩，穿着破破烂烂的白裙，脸颊上沾着泥，只有一双眼睛亮得格外醒目。傅西周瞳孔猛地一缩，这不是阮青竹，眼前这人看着眼熟，可他怎么都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心理医生犹豫着开口：傅总，您真不记得这个人了吗？医生这话是说他认识这人。傅西周看着医生眼里流露出的同情，莫名烦躁起来，这又不是青竹，我怎么会认识他？医生叹了口气，可这个人跟你一起生活了3年啊。傅西周心里那股烦躁一下子被点燃，不可能，他从牙缝里挤出这3个字，一把夺过画板，绝对不可能。医生试图安抚他：傅先生，潜意识不会骗人的，这或许才是您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记忆。我的记忆不会错。傅西周暴躁地打断他：救我的人一直都是青竹。他像扔垃圾一样把那幅画扔在地上，大步流星地走了。车子在公路上飞驰，傅西周直接开到了阮青竹的公寓楼下。阮青竹刚结束一场私人演奏会，穿着华丽的礼服，看到他，惊喜地扑进他怀里：西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傅西周攥着他的手腕，力气有点失控：青竹，你告诉我，当年真的是你吗？阮青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紧接着眼眶就红了：西周哥，你怎么能这么问？难道你忘了，我为了找人救你，从山坡上滚下去，腿上现在还有疤呢。他说着就要撩起裙杯，傅西周赶紧拦住他，脸上露出自责的神情：对不起，青竹，我只是做了个噩梦。阮青竹靠在他怀里，眼底闪过一丝阴狠，声音却委屈的不行：是不是宋芝又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就是嫉妒我，以前就学我穿白裙子，现在还想抢走我们的过去。西周哥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个疯子。我知道。傅西周抱紧了他，语气坚定：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他眼中最后一丝疑虑被阮青竹的眼泪彻底冲没了。宋志这个名字就像根刺，扎得他心烦意乱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助理的电话：给我查宋志现在在哪，我要让他为想取代青竹的事付出代价。我在米兰租了间带画室的公寓，重新拿起画笔，那些被傅西周打压没了的色彩慢慢回到我的生活。我还办了个小型个人画展，主题就叫重生。开展那天人不算多，有个穿着讲究的银发老夫人在画前站了好久。她自我介绍说是当地一家知名画廊的创办人，还说小姑娘，你画里有故事，充满生命力。接着就邀请我愿不愿意来我的画廊办一场正式画展。我激动的话都说不顺畅，可就在我要和老夫人签合同的时候，画廊经理一脸畏难地走进来，说不好意思，夫人，刚接到通知，傅氏集团收购了我们画廊，新老板指明未来画廊所有展位都只给一位叫阮青竹的女士用。听到这话，我血液一下子凉了，又是傅西周，他竟然追到这儿来了。老夫人气得脸通红，骂道：简直乱来，艺术可不是资本能随意摆弄的。但他这话在绝对权力面前根本没用。我走出画廊，路边停着一辆黑色劳斯莱斯，车窗摇下来，露出傅西周那张冷峻的脸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透着探究与陌生，问：小姐，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宋志的女人？我看着他，只觉得荒谬至极，他还是没认出我。我还没回应，阮青竹就从另一边下了车，亲昵地挽住傅西周的胳膊，挑衅地看着我说：西周哥，别理这种想攀附的人。这位小姐想见傅总，也不看看自己够不够格，像宋志那种被傅家扫地出门的可怜虫，这辈子都没机会了。说完，拉着傅西周就走。傅西周连多看我一眼都没有。我站在原地，
望着他们亲密的背影，心像被泡在冰水里。但我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宋志，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。我转身拨通老夫人的电话，夫人，您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们自己开一家画廊。老夫人很欣赏我的勇气，动用她的人脉，帮我在市中心租到一处绝佳场地。画廊开业那天，场面特别热闹，米兰艺术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。我穿着自己设计的墨绿色丝绒长裙，站在聚光灯下，接受大家的祝贺。我看到傅西周和阮青竹也来了。傅西周的目光第一次在我身上停留超过3秒，可最后还是默认出我。阮青竹脸色很难看，估计他莫想到被他踩在脚下的丧家之犬，转眼能在米兰艺术圈站稳脚跟。他端着香槟走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宋志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以为这样，西周哥就会多看你一眼？别做梦了，他今天是来给我捧场的。”他话刚说完，傅西周就朝这边走来，他直接越过我，对阮青竹说：“青竹，恭喜！”阮青竹立刻露出娇羞的样子：“谢谢西周哥。”全场目光都集中在他俩身上，记者们疯狂按快门，问：“傅总，请问您和阮小姐在交往吗？”“傅总，您收购画廊是为给阮小姐铺路吗？”傅西周莫回答，只是看着阮青竹，眼神温柔的快意出来。他这沉默就等于默认了。阮青竹得意地瞥了我一眼。就在这时，一群警察冲了进来，走到我面前，出示逮捕令，说：“宋志女士，你涉嫌商业间谍罪，窃取傅氏集团旗下画廊的客户资料和未来展览计划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我脑袋嗡的一声，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罪名。阮青竹捂着嘴，装作惊讶：“天啊，宋志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”他转头看向傅西周，眼泪立马流下来：“西周哥，我就知道他不会罢休，他这是在报复我们。”傅西周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眼神像毒刀子一样，说：“你躲躲藏藏就为了今天，你嫉妒心这魔将，非要跟青竹争个高下，是你幼稚，骗我离婚，不然以傅太太身份，你要什么没有？宋志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非要自取其辱。”他一抬手，警察上前，冰冷的手铐就铐住我的手腕。我看着他，心彻底凉透，说：“傅西周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他冷笑一声，像听到笑话一样：“后悔？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年娶了你。”我被警察推着往外走，身后是阮青竹得意的笑和宾客们鄙夷的议论，绝望快把我淹没。就在我要被押上警车的时候，一个苍老却有力的声音响起：“都住手！”人群分开，那位银发老夫人在老管家搀扶下，拄着拐杖走进来，她身后还跟着个穿着旧警服、头发花白的老警察。老警察目光在人群里一扫，最后定在我脸上，浑浊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激动地走上前，指着我说：“找到了，就是他。”然后又看向傅西周，说：“傅先生，您还记得我吗？20年前，是我把您从人贩子手里救出来的。”傅西周皱起眉，显然对这突然出现的人没印象。老警察却不在意，从随身公文包里小心翼翼拿出一张泛黄的纸，说：“这是当年的出警记录，上面清楚写着，报警的是和您一起被拐的另一个小女孩。报告上说，那女孩跑出来时穿着破白裙子，手腕上有颗蔷薇形状的红色胎记。”傅西周身体猛地一震，目光死死盯着我被手铐铐住的左手，小臂上那颗蔷薇胎记红的刺眼。整个宴会厅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手臂的胎记上。傅西周的脸一点一点变得惨白，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，嘴唇动了动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。他那双曾经无数次冷漠看我的眼睛，此刻满是震惊、不信和深深的悔意。不可能，他喃喃自语，像是在给自己洗脑。阮青竹脸色比他还难看，冲上来一把抢过报告，尖叫着：“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，你们都是宋志找来的骗子。”老警察皱起眉：“这位小姐，伪造公文可是重罪，这份报告是从警局档案室调出来的，上面还有我的签名和手印。”他又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照片已经褪色，但还能看清。照片里年幼的傅西周昏迷着，被警察抱在怀里，旁边一个瘦小的女孩正拽着另一个警察衣角，拼命指着山里的方向。那女孩穿着破白裙，脸上全是泥，手臂上蔷薇色胎记特别明显。老警察叹口气说：“
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同事拍的，可惜后来傅家来人，急急忙忙把傅先生接走了，我们都没来得及问这个小英雄的名字。这些年，我一直记着这事，就盼着有天能找到他，跟他说声谢谢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，真相像一道雷，劈开了傅西周用谎言和错觉搭建20年的世界。他踉跄着往后退一步，目光从照片到报告，最后落在我脸上，那张他看了3年却从未记住的脸。是你，他声音抖得厉害，原来是你。我冷冷看着他，看着他脸上的可笑的痛苦，说，现在你认出我了。傅西周眼眶一下子红了，伸手想碰我，又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去，说，宋芷，啪一声清脆耳光，响彻全场，是银发老夫人。她走上前，用尽全身力气给了阮青竹一耳光，骂道，无耻的骗子，你偷走他的人生，还想毁了他。现在阮青竹被打得摔倒在地，头发散乱，狼狈不堪。他捂着脸，终于装不下去，对着傅西周哭喊，西周哥，你相信我，我才是一直陪着你的人，我们有约定的。傅西周却像没听见，只是死死盯着我。他想起了所有事，想起那个在黑暗山洞里把最后一个野果塞到他嘴里的小女孩，想起那个在他被打得快不行时哭着说，你别死，我出去找人救你的小女孩，想起那个穿着白裙子像光一样把他从地狱拉出来的小女孩。所有被他遗忘错认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，把他彻底淹没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的脸盲症根本不是病，是他的心瞎了。他亲手一次次推开自己的救赎，还把他推向更深的深渊。啊！傅西周痛苦地嘶吼一声，猛地转身，一拳砸在旁边墙上，鲜血顺着指缝流下来，可他却感觉不到疼，因为心里的痛远超过这万倍。警察很快查明真相，所谓的商业间谍是阮青竹一手策划的，他买通傅氏画廊内部员工，伪造证据，就为了让我身败名裂，永远消失。傅西周没报警，只是打了个电话。第2天，阮青竹就被维也纳乐团永久开除，所有奢侈代言一夜之间全解约。傅西周送他的房产、豪车也都被收回，他从高高在上狠狠摔回谷底。他不甘心，跑来堵我。那时我刚从警局出来，正打算和老夫人去庆祝画廊重获生机，阮青竹一下子冲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抱住我的腿，哭着哀求，宋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看在我俩小时候一起被关过的份上，你跟西周哥求情，让他放过我呀。我用力抽出腿，居高临下瞪着他，你还有脸提小时候？阮青竹，你偷走我20年人生，现在一句我错了就想了事。他哭声猛地一停，脸上闪过一丝怨毒，我偷了又怎样？这么多年，傅西周还不是信我，要不是那老不死的警察突然冒出来，你这辈子都只能被我踩在脚下。宋芷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他知道真相，爱的还是我这张脸，他早就习惯我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是吗？说完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里面清楚传出他和画廊经理的对话，他怎么指使对方伪造证据，怎么计划害我入狱，全都清清楚楚。我把手机递给旁边闻声赶来的记者，我想大众肯定对阮青竹小姐的真面目很感兴趣。阮青竹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毫无血色，她完了，彻彻底底的完了。傅西周的报复只是让他没了物质，而我的报复是要把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再也别想翻身。处理完阮青竹，傅西周就像发了疯一样找我，他撤销对我的所有限制，派人1天24小时守在我画廊门口，送来的礼物堆得像小山，从珠宝首饰到限量版画材，什么都有，可都被我原封不动退回去。后来他开始亲自来堵我，这天我刚送走一位客人，就瞅见傅西周站在门口，他瘦了好多，眼下一片浓重的青黑，身上那身昂贵西装却显得他无比颓唐。他一看到我，眼睛里瞬间燃起希望的光。宋芷，他走上前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，我们谈谈行不？我绕过他，径直往外走。他急了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宋芷，对不起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以前是我混蛋，是我瞎了眼。傅先生，我打断他，语气平静的像在说，今天天气不错，离婚协议你都签了，我俩早就没关系了，
那份协议不算数，他固执地紧紧攥着我的手。我是默认处女才签的，我们可以复婚，我马上安排。我看着他，只觉得又荒唐又可悲。傅西周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在法国，你怎么跟警察说我不认识他？你怎么扇我耳光，还让人打我，把我像丢垃圾一样扔上飞机？你怎么碾碎那块玉蔷薇，还说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？我说的每句话都像一把利刃，狠狠扎在他心上。他脸越来越白，身体晃了晃，差点站不稳。他痛苦地闭上眼睛。我把那块玉找人修复好了，我还给你，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。傅西周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你对我的伤害我都记得，你对我那点好我也还清了，我们两不相欠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身后传来他压抑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声。我本以为傅西周会就此罢休，可还是低估了他的偏执。他开始用一种近乎笨拙的方式想要挽回我。他不再穿那些深色西装，衣柜里全换成白衬衫。他说那是当年和我被关在一起时我穿的颜色。他遣散别墅里所有佣人，亲自学着打理花园。就因为我以前说过喜欢蔷薇，他甚至买下我画廊对面的大楼，每天就坐在办公室，隔着一条街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可他做的这一切，在我看来，不过是一场迟来的、毫无意义的自我感动。我的心早在那3年一次次失望，还有最后那次冰冷的放逐里，彻底死透了。这天，我正准备关门，傅西周的助理小陈急急忙忙找过来，他一脸焦急：“宋小姐，求求您去看看傅总吧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3天了，不吃不喝，谁叫都不开门。”我面膜表情地收拾话剧：“那是他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”宋小姐，小陈都快哭出来了。傅总他一直在看你们以前的照片，还有那段绑架的新闻。他说他想不起来当初怎么把你弄丢的了。他说他该死。我的手顿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跟着小陈去了那栋我住过3年的别墅。书房门紧紧锁着，我让小陈找来备用钥匙打开门。房间里一片乱糟糟，地上全是摔碎的酒瓶。傅西周就倒在书桌旁，昏迷不醒，额头烫得吓人。桌上散落着一堆照片，有我穿着白裙子模仿阮青竹样子的，也有他从保险柜拿出来阮青竹的那些报道。在最中间压着一张旧报纸，上头最大的版面写着警方破获特大拐卖案，10名儿童获救。我赶紧把他送去医院，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加上高烧，再晚来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在病床上昏睡了1天1夜，醒来时第一眼看到我，像是看到幻觉一样。宋志，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被我按了回去。别动，还在输液呢。他乖乖躺好，眼睛却一刻都不眨地看着我，生怕我下一秒就消失。你肯陷我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他。他受宠若惊地接过，小心翼翼咬了一口。宋志，他看着我，眼眶泛红。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我把傅氏所有股份都给你，我把命也给你，只要你回来。我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手。傅西周，我救你不是因为还爱你，只是因为20年前你也曾经不顾一切救过我。现在我俩真的两清了。我站起身准备离开，他却猛地拔掉手上针头，冲下床，从身后紧紧抱住我，滚烫的眼泪落在我脖颈上。别走，宋志，求你别不要我。他哭得像个孩子，一点尊严都没有，卑微到了极点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就是别离开我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啊。我身体僵硬，任由他抱着，心里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再也泛不起一丝波澜。傅西周，我轻声说，太晚了。从那以后，傅西周就像变了个人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傅氏总裁，倒像个跟在我身后的影子。我开画廊，他就在我对面开家咖啡馆，每天亲手煮好咖啡让助理送过来。我去看画展，他就不远不近跟着，像个尽职的保镖。我资助的反拐卖团体有新救助站，我去参加剪彩仪式，他就匿名捐一大笔钱。他想尽办法想挤进我的生活，可我却把他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。我从不喝他送的咖啡，从不回应他的注视，对他的任何行为也从不评价。他就像一团空气，被我完全无视。1年后，我的画廊在国际上名声大噪，
我受邀去巴黎举办个人巡回画展。开幕式那天，场面热闹非凡，到处都是穿着华丽的人。我站在台上致辞，目光扫过台下，竟意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傅西周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，静静地看着我。他的目光专注又虔诚，就像信徒仰望自己的神明。那眼神曾经是我梦寐以求3年的东西，可现在看在眼里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晚宴上，他端着酒杯，穿过人群走到我面前，恭喜你，宋志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我只是礼貌地点点头，准备转身招待其他客人。宋志，他叫住我，我下个月要去做个手术。医生说我海马体因为当年创伤受损，所以才会记忆偏差、认知障碍。手术有风险，我可能会彻底忘掉所有事，所以我想在手术前再问你一次。他深深地看着我，眼底满是孤注一掷的疯狂和绝望。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如果我忘了你，你就重新告诉我你是谁。这一次，我保证第一眼就记住你，再也不会把你弄丢。我看着他，忽然就释怀了。傅西周，忘了吧，忘了我，也放过你自己。我没再给他说话机会，转身走进人群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。后来听说他手术很成功，却失去了所有记忆。他不再是傅氏总裁，傅家产业交给旁支打理。他一个人住在那栋种满蔷薇的别墅里，像个活在过去的幽灵。偶尔有人会看到他在画廊街徘徊，手里拿着一张褪色旧照片，逢人就问：你好，请问你见过这个女孩吗？照片上是个穿着白裙子，胳膊上有蔷薇胎记的女孩，而我早已在世界另一头开始新生。我的画廊开遍全球，我的名字成了艺术界响当当的符号。我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人，他是个摄影师，会拉着我的手走遍世界每个角落。他会记住我所有样子，开心的、难过的、化妆的、素颜的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对我说：早安，我的画家小姐。求婚那天，他单膝跪地，拿出来的不是钻戒，而是一本厚厚的相册，里面全是我，宋志。他眼里满是笑意。我想用一生记录你的全部。我笑着流下眼泪。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让你委屈自己变成别人，而是他能穿过茫茫人海，抛开所有伪装，准确认出独一无二的你。至于傅西周，就让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小女孩永远留在他记忆里吧。而我早已穿着最爱的颜色，迈向属于我的灿烂未来。全文完。第二个故事。大学开学第1个月，我才知道全校都在叫我寄生虫。这个外号是竹马的新同桌苏瑶给我起的，因为我总是跟着竹马江晨，吃他带的早餐，用他的校园卡，住在他家附近的出租屋。我问江晨为什么不制止，他漫不经心的笑，不就是个外号吗？苏瑶就是爱开玩笑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再说了，谁让你天天黏着我，确实有点像寄生虫。我愣在原地，心脏像被谁狠狠捏了一把。原来我18年的陪伴，在他眼里只是寄生。我没有再解释，只是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关于江然的照片，然后办理了退学。江然却慌了：林夕，你要去哪？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我的地方。好看的精品小说这么多，但心醉言情绝对不容错过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热推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立刻开始。我是在食堂排队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外号的。那是个普通的周三中午，我照例端着餐盘站在拥挤的队伍里，前面2个女生正在窃窃私语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我听见。看，寄生虫又来了，天天跟着江晨也不嫌丢人。起初我以为他们在说别人，直到其中一个女生回过头，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那种笑容我太熟悉了，是看好戏的笑，是幸灾乐祸的笑，是原来你还不知道的笑。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，餐盘的边缘硌得手心生疼。寄生虫，他们在说我。我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不少人都在看我。有人交头接耳，手指若有若无地指向我的方向；有人掩嘴偷笑，眼神里带着戏谑和轻蔑；还有人干脆不加掩饰，直勾勾地盯着我看，仿佛在观察什么稀奇的生物。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，耳根发烫，脖子发热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匆匆打完饭，
我几乎是逃一样的离开了打饭窗口，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，可还没吃2口，旁边桌的议论声就钻进了耳朵。林婉真的很恶心，天天缠着江晨，声音不算小，说话的女生似乎根本不在意我就在旁边。听说他家很穷，一直靠江家接济。另一个声音附和道：难怪苏瑶说他是寄生虫，真是太形象了，就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我的手在发抖，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桌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那几个女生循声看过来，看见是我，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笑得更大声了。哎呀，寄生虫生气了，装什么装？又不是说错了。我咬紧牙关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可手还是抖个不停，连筷子都拿不稳了。饭菜的味道变得像嚼蜡一样，每一口都难以下咽。最后我放弃了，端起几乎没动的餐盘，快步离开了食堂。身后的笑声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将我淹没。我第一时间就去找江晨，他正在篮球场打球，在阳光下挥洒汗水。苏瑶坐在场边看台上，穿着条白色连衣裙，手里拿着瓶水，时不时为他加油助威。见我过来，苏瑶笑得格外灿烂，那笑容就像猫瞧见老鼠。林婉来了，快来坐。他热情地拍拍旁边空位，我没理他，目光紧紧锁定在球场上的江晨。他刚投进个3分球，队友们兴奋地击掌庆祝。江晨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他听见。他转过头，看到是我，眉头微微皱了下，接着擦了擦额头汗水，语气里透着明显不耐烦。什么事？等我打完行不行？不行，现在就说。我自己都没想到会用这么强硬的语气。江晨愣了愣，大概也没想到一向温顺的我会这样跟他说话。他盯着我看了几秒，最终还是跟队友打了招呼，慢悠悠走过来。怎么了？这么严肃？他语气轻松，庞福完全没意识到事情严重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。全校都在叫我寄生虫，你知道吗？他挠挠头，表情有点尴尬。哦，这事儿啊，我听说了。就这反应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等着他接下来的话，等他的解释，等他的愤怒。然而并没有，他就那么站着，一脸无所谓。你听说了？魏石魔不制止。我的声音开始发颤。制止什么？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。不过是个外号嘛，大学里谁还没个外号？我们宿舍老大还叫猪头呢。他也没怎么样，他居然还笑了起来，好像这真就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。可这个外号是在羞辱我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你想太多了。江晨拍拍我肩膀，那动作敷衍的让人心寒。苏瑶就是爱开玩笑，她没恶意的。没恶意。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苏瑶，她正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，眼神里的得意根本藏不住。江晨，你真觉得叫我寄生虫只是个玩笑？我声音很轻，轻的庞福在问自己。他不耐烦地说，行了，别小题大做。再说，你确实天天跟着我，是有点像。他没把话说完，但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有点像寄生虫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碎了，碎得再也拼凑不起来。从那天起，我减少了去找江晨的次数，可这外号就像病毒一样，在校园里疯狂传播。他庞福有了生命，生出翅膀，飞到校园每个角落。去上课，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就是他，那个寄生虫。真搞不懂江晨怎么受得了他。去图书馆，有人故意大声说，寄生虫居然也会看书，装什么好学生，还不是靠男人。去小卖部买东西，老板娘都会多看我几眼，那眼神就像在看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最让人难堪的还是在宿舍，原本关系挺好的室友们开始疏远我，一开始还比较客气，只是不主动跟我说话，后来变本加厉，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。他们不再叫我一起吃饭，我们去食堂了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就走，留我一人在宿舍，对着空荡荡的房间。他们不再跟我分享零食，以前还你一包我一包的换着吃，现在宁愿锁进柜子，就连借个充电器都变得困难。我在用，没电了，借给别人了，理由总是现成的。有天晚上，我回宿舍比平时晚了些，推开门，听到他们在阳台小声议论。林婉真的一直在花江晨的钱吗？应该是吧，不然苏瑶为什么叫他寄生虫？他那么穷，学费生活费哪来的？肯定是江晨给的呗，难怪他能住在江晨家附近。
原来是这样，真不要脸！我要是他，早没脸见人了。我站在门口，手还搭在门把手上。他们发现了我，对话瞬间停止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散开，各自回到自己位置。默人问我去哪了，默人关心我听到多少。庞福，我是个透明人。我躺在床上，泪水无声地流进枕头，枕巾很快湿了一片，凉凉地贴在脸上。他们不知道，我住在江晨家附近，是因为那是外婆留给我的老房子。房子破旧又狭小，但那是我仅有的容身之所。外婆去世时，把这小房子留给我，还说婉婉啊，这房子虽破，好歹是个窝，有个窝就不怕风雨。他们更不知道，我从不花江晨一分钱，那些所谓的接济，我都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，每一笔早餐钱，每一次用他校园卡的钱，每一个他帮我垫付的小钱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打工赚了钱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还给他，可他总是不要，还说跟我算这么清楚干嘛？我以前以为那是关心，现在想想，也许只是不屑，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在所有人眼里，我就是那个靠男人养活的寄生虫。真相是什么根本不重要，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我曾尝试过解释，那是在一堂公共课上，老师安排我们做小组作业，分组时，教室里的场景诡异极了，其他人都三两成群，热热闹闹地商量着组队，唯独我好似携带瘟疫，周围一圈空荡荡的，没人靠近，根本没人愿意跟我一组。我目光扫过四周，多希望能找到哪怕一个友善的眼神，然而一个都没有。有的人装作在专心看手机，有的人故意把视线投向窗外，还有的人干脆闭眼装睡。我鼓起全部勇气，主动走向一个看着比较和善的女生。同学，我能加入你们组吗？她抬起头，眼神闪躲了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组人满了。我数了数，明明只有3个人。我成绩很好的，上学期专业排名第3，我努力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时，旁边一个男生不屑地嗤笑出声，寄生虫成绩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靠江晨，说不定试卷都是江晨帮他做的。就是啊，不然怎么可能考那么好？其他人纷纷跟着附和。庞福找到了合理的借口，我没有靠他，我着急了，声音不自觉拔高。我的学费是自己打工挣的，生活费也是，行了吧？另一个女生不耐烦地打断我，翻了个白眼。谁信啊？装什么清高？大家都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就在这时，苏瑶那温柔的声音传来，她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同情。大家别这么说林婉，她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她停顿了一下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毕竟不是谁都有本事让江晨养这么多年，这也算是一种能耐呢。全班顿时哄堂大笑，那笑声如同一根根针，狠狠扎在我身上。我的脸瞬间滚烫，像着了火一般，恨不能立刻找条地缝钻进去。手心里全是汗水，指甲深深掐进肉里，却浑然不觉疼痛。最后，老师实在看不下去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林婉，你到第3组吧。”那个组的成员脸色瞬间变了，但碍于老师在场，没人敢当场反对。整个讨论过程，组员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我提出建议，根本没人理会。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，他们继续自顾自讨论，就像根本没听见我说话。我整理的资料也没人采用，这是我查到的相关文献，他们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把资料推到一边。我尝试参与讨论，可每次刚开口就被打断。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不需要你的意见，你就在旁边待着就行。到最后，我彻底放弃了，只能安静地坐在那，看着他们热烈的讨论。庞福，我根本不存在，不，比不存在更糟糕。我是让人厌恶的寄生虫，是个碍眼的累赘。更过分的事情发生在1周后。那天早上，室友一脸神秘地盯着手机，还时不时偷偷瞥我一眼。林婉，你上学校论坛了吗？其中一个室友突然发问，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。我摇摇头，那你最好去看看。他笑得很怪异，你出名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忙打开学校论坛，置顶的帖子标题格外醒目，扒一扒经管系寄生虫的真面目。帖子的浏览量早已破万，回复数也超过了500。我手指颤抖着点开，帖子里详细描述了我如何纠缠江晨，如何厚颜无耻花他的钱，每一个细节都被无限扭曲，每一个举动都被恶意解读。据知情人爆料，
林某从高中就开始缠着江同学不放，每天早上都要蹭江同学的早餐，考试的时候总故意坐在江同学附近，意图昭然若揭。听说他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全靠江家资助才能上大学，甚至还配了图。第一张是我和江晨一起吃饭的照片，明明是他主动叫我一起去的，却被说成我死皮赖脸去蹭饭。第二张是江晨给我带早餐的照片，那天我胃疼得厉害，他担心我不吃早饭会更难受，才帮我带的，可配的文字却是寄生虫又在吸血了。第三张是我在奶茶店打工的照片，这张照片角度很刁钻，正好拍到我弯腰擦桌子，瞧瞧他多会装可怜，博同情呢。最离谱的是，还有人煞有介事地分析我的心机，这种女人最可怕，表面装清纯，实际心机深沉得很，从小就知道攀附权贵，不简单呐。江晨也是倒了8辈子霉，被这么个牛皮糖粘上，评论区更是不堪入目，这种女人真让人恶心，一点自尊都没有。我要是她，早没脸活下去，直接自杀算了。江晨太惨了，被这种寄生虫缠上，建议寄生虫滚出我们学校，学校就该开除这种品德败坏的学生。每一条评论都像一把利刃，一刀一刀割在我的心上。更可怕的是，评论里开始出现我的个人信息，有人扒出了我的高中学校，有人贴出了我家的地址，甚至有人找到了我外婆的照片，原来是个没爹没妈的野孩子，难怪这么不要脸。家教在哪呢？可怜江晨被这种人缠上，我浑身冰冷，颤抖着给江晨打电话，电话响了好久才接通。江晨，论坛上的帖子你看了吗？我的声音抖得厉害。看了。他的声音出奇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心寒。那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的语气里甚至透着一丝不耐烦。帮我澄清啊，告诉大家我没有花你的钱，我们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几乎是在哀求。林婉，他打断我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。你觉得我现在出来澄清，别人会信吗？只会觉得是你要求我这么做的吧？可是事实就是事实啊，事实。他冷笑一声，那笑声冰冷刺骨。事实就是你确实天天跟我在一起，确实经常用我的东西，别人怎么想我管不了。我紧紧握着手机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就任由他们这样羞辱我？不是羞辱，不过是个帖子罢了。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这真的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网上的事你别太较真，况且我现在出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，你先避避风头吧。嘟嘟嘟，他挂断了电话。我呆呆地看着手机屏幕，屏幕渐渐暗下去，映出我苍白如纸的脸。原来在他心里，我的名誉，我的尊严根本不值得他为我说一句话。原来这所谓的青梅竹马之情竟是如此廉价，心如死灰。我终于深刻理解了这个词，不是心痛，不是心碎，而是整颗心都彻底死去，变成了灰烬，风轻轻一吹，就消散得无影无踪。现实中的霸凌变本加厉，我的课桌上开始频繁出现恶意的字条，寄生虫滚出去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却充满了恶意。不要脸的女人，用红笔写的，那颜色像血一样刺眼，离江晨远点。这张字条上还画了一只令人作呕的虫子。一开始我还会把字条撕掉，扔进垃圾桶，但后来字条越来越多，我根本撕不过来。早上有一张，中午又一张，下午还有，就好像有人专门盯着我的座位，不停地写。我的书本被人泼了墨水，那是我最心爱的专业课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我的笔记，墨水渗进纸张，所有的字都变得模糊不清。我花了整整1个学期整理的笔记，就这样毁于一旦。作业也被人撕掉了，那次作业占期末成绩的20%，我熬了3个通宵才完成。交作业的时候才发现，作业本只剩封面，里面的内容全被撕光了。老师皱着眉头问：林婉，你的作业呢？我做了的，但是什么？我根本说不出口，说有人撕了我的作业，谁会相信呢？最后只能接受0分的结果。更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冷暴力，没人愿意跟我说话。走在路上，认识的同学只要看见我，都会立刻绕道走，就好像我身上带着什么可怕的传染病。没人愿意跟我同桌，每次上课，我旁边的座位永远是空着的。有时候有人刚坐下，一看是我，马上就换位置。不好意思，我朋友给我占座了。
这种谎言编得毫无诚意。在食堂里，只要我一坐下，旁边的人就会立刻端着餐盘离开，动作迅速得很，仿佛慢1秒就会被我传染似的。有一回，整张桌子的人唰的一下全走光了，就这么偌大一张餐桌，最后只剩我孤零零一人，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，还时不时对我指指点点。我头低的都快贴到桌上了，机械的往嘴里塞着饭菜，可吃起来根本没味儿，就跟嚼蜡似的，眼泪止不住的掉进饭里，咸咸的。从那之后，我开始逃课，比起去教室里忍受那些充满恶意的目光，还不如躲起来呢。但躲在宿舍也不见得安全，室友们对我的排挤愈发明目张胆，他们会当着我的面就说，真倒霉，跟这种人住同一间宿舍，可不是吗？简直丢人现眼。他们用我的洗发水，还理直气壮得很，反正你这些东西都是江晨买的，用一下又怎样？我解释说是自己买的，他们就翻白眼，装什么呀？寄生虫还挺会演，吃我的零食更是毫无顾忌。我就算锁在柜子里也没用，他们总能想办法撬开。别这么小气嘛，大家都是室友，就是反正又不是你自己掏钱买的。最过分的一次，他们居然把我的被子扔到了走廊上。那天我上完课回宿舍，一瞅床上空空如也，被子、枕头、床单全都没了踪影。后来我在走廊找到了，被子上还留着几个脚印，寄生虫就该睡外面。带头的女生冷笑着，其他人在旁边跟着附和，对啊，别弄脏了我们宿舍，要不你搬出去住啊，反正你有江晨呢。我抱着被子就那么站在走廊里，来来往往的人都盯着我看，眼神里有同情，有鄙夷，更多的却是看好戏，但根本没人帮我，也没有一个人为我说句话。那天晚上，我蹲在走廊里哭了好久好久，一直哭到嗓子都哑了，眼睛也肿得老高。当时特别想给江晨打电话，手指在通讯录上旋了半天，最后还是默按下去。打了又能怎样呢？他肯定又会说，不就是开个玩笑吗？他肯定又会说，你想太多了。他肯定又会说，过段时间就没事了。可到底要过多久才算过段时间呢？1个月、2个月，还是一辈子啊？那一晚，我失眠了，躺在重新铺好的床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发呆，脑海里不断浮现过去18年的点点滴滴，就像一部老电影，一帧一帧地放映着。我和江晨那可是实打实的青梅竹马，两家住在同一个大院，就只隔着一道矮墙。小时候，他老是翻墙到我家找我玩，有一回不小心摔破了膝盖，血都流了一地，他却还强装镇定，笑嘻嘻地说不疼。我记得6岁那年，爸妈出车祸的消息传来时，我还在幼儿园呢，老师红着眼把我领到办公室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6岁小孩解释死亡是怎么回事。是江晨第一个冲进来，一把紧紧抱住吓得浑身发抖的我，婉婉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保护你。那时的他也才6岁，个子也就比我高那么一点点，但就这个拥抱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时光。后来，我跟着年迈的外婆一起生活，江妈妈心疼我，老是叫我去他们家吃饭，小婉就跟我亲闺女似的，她总是这么说。吃饭的时候，她会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，多吃点，看看你瘦的。江晨对我也特别照顾，上学路上，他总会牵着我的手，他手心总是热乎乎的，而我的手却老是冰凉。婉婉，你手怎么老是这么凉呀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我多窝会儿就暖和了。下雨天，他打伞的时候，总会把伞都往我这边倾斜，每次到学校，他右边肩膀都是湿的。我跟他说，你都淋湿了，他却满不在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淋点雨算什么？结果第2天就感冒了，还被江妈妈骂了一顿。中学的时候，有男生欺负我，骂我是没爹没妈的野孩子，江晨什么都没说，直接就冲上去跟对方扭打在一起。他打起架来那叫一个拼命，完全不要命的架势。最后2个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教导主任叫家长，江妈妈赔了医药费，还得写检讨。我心里过意不去，问他，你为什么要打架呀？他理直气壮地说，他欺负你，我肯定得揍他，可你自己也受伤了呀，那又怎么的？他伸手摸摸我的头，临晚是我罩着的，谁都别想欺负他。那个时候，他就是我的英雄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。高3那年，外婆突然去世了，早上看着还好好的，中午人就没了，我一个人守在灵堂，
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也离我而去，我真的彻彻底底成了孤儿。江晨一直陪着我，整整3天3夜都没合眼。他不太会安慰人，就只是静静地坐在我身边。我渴了，他就递水；饿了，他就去买饭；我困了，他就让我靠在他肩膀上眯一会儿。别怕，还有我呢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抱着我轻声说道：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我哭着点头，眼泪全蹭在了他衣服上，那件黑色的 T 恤都被我哭得褪色了。我信了，真的深信不疑，相信他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相信他会永远保护我，相信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。所以当江妈妈说要资助我上大学时，我犹豫了好久。阿姨，我可以申请助学贷款，还能打工赚钱，我真不想欠太多人情。傻孩子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帮你是应该的。江妈妈摸着我的头，眼里满是疼爱。再说了，以后你和小陈……她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最后在她的坚持下，我收下了一部分资助，还都一笔笔记在本子上，发誓以后一定要还清。我一直以为我们会一直像这样走下去，江晨就是我的家人，是我的依靠，是我的整个世界。直到苏瑶出现，直到寄生虫这个词冒出来，直到我才发现，原来这18年的深厚感情，竟然抵不过别人口中的一个玩笑。苏瑶这女生确实挺特别的，要是客观评价，她确实有让人瞩目的资本。她长得漂亮，是那种精致到骨子里的漂亮，巴掌大的小脸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笑起来还有2个甜甜的小梨窝。她脑子聪明，成绩一直都很拔尖，上课回答问题思路清晰得很，连老师都忍不住夸赞。她家条件优越，穿的用的全是名牌，但又不会给人一种刻意炫耀的感觉，反而把品味展现得恰到好处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表现出对江晨有意思。那是新生报到的第1天，他拖着个粉色行李箱，站在宿舍楼下，一脸畏难的样子。同学，能不能帮我搬一下行李呀？他声音软软糯糯的，带着南方口音。江晨刚好路过，想都莫想就接过了行李箱。谢谢你呀。他笑得特别甜。你就是江晨吧？我早就听说过你了。原来他早就打听好了。后来选座位的时候，他主动提出跟江晨换座位。我视力不太好，想坐前面一点，可以吗？理由合情合理，江晨没好拒绝，就这么住，他成了江晨的同桌。刚开始，江晨对他挺冷淡的，毕竟他这人对不熟的人都这样。可苏瑶特别会来事儿，江晨打球的时候，他会跑去送水，可不是普通的矿泉水，是他亲手泡的柠檬蜂蜜水。天气热，喝点这个解渴。江晨熬夜复习的时候，他又会送咖啡，我买多了，你喝一杯提提神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像其他女生那样死缠烂打，他总能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，关心但不过分亲昵，亲近但又不会太粘人，就这模若即若离，进退拿捏得稳稳的。慢慢的，江晨对他的态度就软化了，从一开始的爱搭不理，到后来能有说有笑。他们开始一起讨论功课，这道题我不太明白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明明他成绩比江晨还好。他们还开始一起去图书馆，正好顺路，一起走吧。其实根本不顺路，而我呢，好像渐渐成了多余的那个人。有一次，我像往常一样去找江晨一起吃午饭，这可是我们从高中就养成的习惯，一直没改过。可那天，我却看到他正和苏瑶有说有笑的，也不知道苏瑶说了什么，江晨居然笑得那么开心，那种笑容，我都好久没在他脸上看到过了。江晨，走吧。食堂该排队了，我站在他们面前，努力让自己语气听起来正常点。苏瑶这才装作惊讶地看向我，那惊讶的表情假得要命，简直让人作呕呀！林婉也要一起呀？也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成也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原本理所当然的事，现在却成了意外？江晨有点尴尬地挠挠头，林婉，要不你先去，我和苏瑶还有点事要讨论。什么事啊？我下意识就问了，就是刚才那道题。苏瑶甜甜地笑着，我还是不太懂，想再请教下江晨。不过要是林婉你也懂的话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呀。他明明知道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专业的，这种所谓的邀请，比直接拒绝还让人难受。哦，好，我僵硬地转过身，脚步都有些不稳。
身后传来苏瑶银铃般的笑声：“江晨，你好厉害哦！”一讲我就懂了。哪有，是你本来就聪明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，就像乌云一样，慢慢的在心头聚集起来。预感没多久就应验了，寄生虫这个外号正是从苏瑶嘴里传出去的。我清楚记得那天是周4的傍晚，我去江晨寝室找他，想问周末要不要一起去图书馆。在楼下等的时候，听到苏瑶正和几个女生在聊天，她们站在梧桐树下，夕阳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们身上，画面看着挺美。要是忽略他们的对话内容的话，林婉啊，其实挺可怜的。苏瑶的声音里透着3分怜悯，却又藏着7分优越。怎么个可怜法？有人好奇地问。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他从小就靠着江晨家生活。苏瑶故作叹息，那叹息里全是虚伪。父母早没了，外婆也去世了。要不是江晨心软，真的假的？那他学费怎么解决的？当然是江晨家出的呀。苏瑶压低声音，庞福在讲什么机密？江晨亲口跟我说的。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江晨告诉他的。他怎么能把我的事说给他听？他说林婉就像个寄生虫，想甩都甩不掉。苏瑶继续说着，语气里还带着一丝得意，但他心太软，不忍心赶他走，毕竟养了这么多年，多少有点感情，就跟养只小狗差不多。我听后如遭电击，双腿一软，差点直接瘫倒，靠着墙才勉强稳住身形。江晨真这么说的，他真的把我当成寄生虫，甩不掉的累赘，养的小狗。那些女生听了，纷纷发出啧啧的感叹声，怪不得他成天跟着江晨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寄生虫这词用的还真贴切。苏瑶，你可得小心点，别被他缠上了。苏瑶笑了，笑声清脆，却格外刺耳。放心了，我又不是江晨，才不会惯着他。再说，他也不敢招惹我，毕竟要是我不高兴，江晨肯定站我这边。其他人赶忙附和，那是肯定的。江晨现在眼里就只有你，就是谁还会在意一个寄生虫啊？我脚步踉跄地往后退，不小心撞到了墙，墙很凉，可我的心更凉。原来江晨心里真的是这么看待我的。18年的深厚情谊，在他眼中竟只是负担；18年的陪伴，在他嘴里只是寄生，而我不过是个甩不掉的寄生虫，是只被施舍的小狗罢了。我转身就跑，跑得跌跌撞撞，模样狼狈极了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我几乎看不清路，但我不能停下来，我怕自己会当场崩溃；停下来，我怕会忍不住去质问他；停下来，我怕听到更残忍不堪的真相。我没去找江晨，而是直接跑回宿舍，躲在被子里哭了整整一夜，枕头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嗓子哭得沙哑，眼睛也哭得红肿，可心却在这哭泣中越发清醒。原来在江晨心里，我竟是这样的存在。原来我一直坚守的自尊，付出的努力，还有这份深厚的感情，在他眼中根本一文不值。原来我真的就只是个寄生虫。第二天，寄生虫这个外号就在全系传开了，先是经管系，接着整个学院都知道了，最后全校都知晓了这件事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看，就是那个寄生虫，真不要脸，一直缠着人家不放手。听说从小就这样，我好几次都想找江晨当面对质，想问他是不是真的说过那些话，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伤害我，想问他这么多年的感情到底算什么。可每次话到嘴边，又都被我硬生生咽了回去。要是他承认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？要是他否认了，我又该不该相信他？毕竟苏瑶说的那么笃定，那么详细，而且江晨对他的态度明显很不一般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敢再相信他了。那个曾经毫不犹豫为我挺身而出的少年，如今却成了伤我最深的人。那个承诺要保护我一辈子的人，现在却亲手把我推进了无尽的深渊。信任一旦破碎，就再也拼凑不回从前的模样。网络暴力还在不断升级，有人建了个群，专门用来讨伐我，群名就叫让寄生虫滚出 S 大。群里每天都有人发我的照片，还配上各种恶毒的文字。今日寄生虫动态，在食堂吸血呢，寄生虫又去找宿主了，脸皮真厚，建议学校赶紧开除这种败类。甚至有人跟踪我，偷拍我的一举一动。我去打工，被说成是故意演给江晨看，
装什么穷？不就是想博同情吗？这演技，不去演戏都可惜了。我平时省吃俭用，又被说成是装可怜博同情，故意穿得破破烂烂，心机太深了。这种女人最让人恶心，明明在吸血泉装清高，我努力学习，又被污蔑是想靠成绩绑住江晨。学习好有什么用？人品这么差，肯定是想考研跟江晨一个学校，真让人想吐。不管我做什么，在他们眼里都是错的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寄生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。我好像根本不配活着，不配呼吸，不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那个雨夜，期中考试前夕，我在图书馆复习到很晚。那段时间我几乎吃住都在图书馆，不是因为我有多爱学习，只是实在不想回宿舍，不想面对室友们的冷嘲热讽，不想看到他们那鄙夷的眼神。晚上10点多，我从图书馆出来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雨势特别大，地上很快就积满了水。我站在图书馆门口，有些犹豫。出门的时候看天气预报说是晴天，根本没想到会突然下雨，所以没带伞。正犹豫着要不要冒雨跑回宿舍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江晨撑着伞朝这边走来，我心里顿时一暖。这么晚了，他是来接我的吗？是不是知道我没带伞，所以特意赶来的？是不是？江晨，我刚开口，声音里不自觉带上了一丝期待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他皱着眉头，语气里全是不耐烦。苏瑶呢？你看见他了吗？原来他是来找苏瑶的。我的心瞬间凉了一大半。没看见。我的声音很轻，轻的几乎听不见。奇怪，他说在图书馆的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，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。这时，苏瑶从另一个门出来了。她今天穿了件白色连衣裙，被雨淋得有点狼狈。江晨，她惊喜地叫了一声，脸上满是笑容，朝着江晨跑过来。你真来接我啦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江晨很自然地把伞撑到苏瑶那边，动作娴熟，庞福已经做过无数次。苏瑶这才看见我，演技真好。其实他早就看到我了。啊，林婉也在啊，你没带伞吗？他的声音里带着3分惊讶，7分得意。我摇摇头，不想说话。他甜甜一笑，那真不巧，我们这伞太小了，撑不下3个人呢。顿了顿，他又补充道，要不你在这儿等等，看看能不能碰到认识的人。江晨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很复杂，有犹豫，有愧疚，但更多的还是不耐烦。他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点什么。我满心期待地等着，等他说我送你回去，等他说你先用伞，等他哪怕说一句关心我的话。但最终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撑着伞护着苏瑶离开了。苏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的得意毫无掩饰。他赢了，彻彻底底的赢了。我站在图书馆门口，看着他们在伞下亲密的背影。江晨很细心，把伞都往苏瑶那边倾斜，就像当年对我一样。雨越下越大，雨滴打在身上，生疼生疼的，但这疼痛远不及心疼。12年前，他把伞都撑在我这边；12年后，他撑着伞和别人走了，而我成了雨中的寄生虫。可笑的是，我还在等，等他回头，等他想起我，等他发现我还站在雨里，但他没有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庞福，我从来就没在他的世界里存在过。我冒雨跑回宿舍，全身都湿透了，冷得不停地打哆嗦。推开宿舍门，室友们正在聊天，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，他们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。哎呦，落汤鸡回来了，活该，谁让你一直缠着江晨不放？就是，人家都有新欢了，还不知道识趣点。我没理他们，径直走向自己的柜子，想拿条毛巾擦擦身子。打开柜子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毛巾、衣服、洗漱用品全都不见了。你们……我转过身，声音因为感冒变得有些沙哑。哦，你的东西啊。带头的室友满不在乎地说，我们帮你扔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冷笑一声，就凭这是我们的宿舍，不欢迎寄生虫。你的东西都在垃圾桶里，自己去找吧。我冲出宿舍，在楼道的垃圾桶里翻找，毛巾被剪成了碎片，衣服上被泼满了墨水，洗发水也被倒得干干净净。我蹲在垃圾桶旁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不知道是因为寒冷，还是因为愤怒。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，我躺在床上，烧得迷迷糊糊的，
室友们不仅不关心，反而还幸灾乐祸，活该，谁让你去淋雨，装什么可怜，还想让江晨来看你，别做梦了，人家正陪着苏瑶呢。我烧得浑身滚烫，意识渐渐模糊。我想去医院，却一个人根本爬不起来，想喝点水，可床头柜上什么都没有。心里想着，要不还是给江晨打电话吧。手哆哆嗦嗦地摸到手机，在通讯录里找到他的号码，手指就那膜悬在上面，犹豫了好久都按不下去。他会来吗？他会关心我吗？还是又会说不就是个感冒吗？最后我还是拨了过去，电话响了好久好久，久到我都觉得他不会接了。喂，他声音透着不耐烦，背景音很嘈杂，听着像是在餐厅。江晨，我声音哑得厉害，连说话都费劲。你怎么了？他随口问了句。我发烧了。哦，那就吃点药，多喝点热水。他那语气敷衍得让人心寒。背景里传来苏瑶的声音：江晨，菜上齐了，快来吃，马上来。他回了苏瑶一句，接着对我说：没事，我挂了。江晨，嘟嘟嘟，他直接挂了电话。我握着手机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。原来我病得这么难受，他却在陪着别人吃饭。原来我的死活还比不上一顿饭重要。原来真的没人在乎我。最后还是隔壁宿舍的学姐看不下去了，她听到动静进来瞧了一眼。天啊，你烧得这么严重！学姐二话不说，扶着我就往医院去。医生说我烧到了39.8度，再晚点送来，脑子可能就烧坏了。烧这么高，怎么现在才来？医生一边开药一边责备，家人朋友呢？怎么能让你一个人？学姐替我回答，他室友不管他。医生皱起眉头，现在的大学生怎么这么冷漠？打着点滴的时候，我收到了江晨的消息，听说你生病了，没事吧？听说？从谁那儿听说的？既然听说了，为什么不来看看我？哦，对了，他在陪苏瑶呢。我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好一会儿，最后什么都没回。有什么好回的呢？说我差点烧傻了，说我在医院，说我需要他。算了吧，他根本不会在乎的。在他心里，我不过是个寄生虫罢了。寄生虫生病了，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？第二天，我拖着虚弱的身子去上课。不是我爱学习，而是这门课点名特别严，缺席一次扣的分可多了。我一进教室，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劲。原本闹哄哄的教室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所有人都盯着我看，接着窃窃私语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寄生虫来了，听说昨晚装病，就想骗江晨去看他，结果江晨根本没理他，真好笑，真不要脸，都这样了还不死心。我面无表情地走到自己座位，桌子上又出现了新的字条：去死吧，寄生虫！我把字条扫进垃圾桶，拿出课本。苏瑶坐在前排，她转过头，脸上摆出关切的表情。林婉，你脸色好差，没事吧？她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全班都听见。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等着看这场好戏。我抬起头，第一次正眼看着她。托你的福，我好得很。声音虽然沙哑，但足够清晰。她愣了一下，紧接着露出一副受伤的模样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眼泪在里面打转。林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关心你，你悬。她咬着嘴唇，看起来委屈极了。够了，我打断她，声音冷冷的。苏瑶，做人得有底线。全班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寄生虫居然敢反击了。林婉，江晨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他刚走进教室，就听到了我说的话。他大步朝我走来，脸色很难看。你怎么跟苏瑶说话呢？他好心关心你，你就这态度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有点想笑。果然，在他心里，苏瑶永远都是对的，而我永远都是错的。是啊，他可真是好心。我嘲讽地说道，好心到给我起外号，好心到让全校都知道我是寄生虫。那是江晨想解释点什么，却又说不出来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这就是事实。江晨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站起身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你跟苏瑶说我是寄生虫，甩都甩不掉，对吧？他脸色瞬间变了。我没有，你有。我打断他，我亲耳听到的。教室里安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看着我们对峙。江晨沉默了，他没有否认，因为他确实说过那些话，所以这就是你心里对我的看法。
我笑了，笑得很凄凉。18年了，江晨，从6岁到24岁，整整18年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家人，原来我只是你甩不掉的累赘。我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翻开第1页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账。2018年9月3日，早餐12元。2018年9月15日，校园卡充值50元。2018年10月8日，感冒药38元。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些年，你们家帮我的每一分钱，我都记在这儿。我把本子放在桌上，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这里面是2万块，不够的我会接着还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两不相欠。江晨愣住了，他看着那个本子，又看看那个信封，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。林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做我该做的事。我平静地说，寄生虫也是有尊严的。我转身准备离开，江晨一把拉住我，林婉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聊什么？我甩开他的手，聊你怎么在背后说我是寄生虫，还是聊你怎么眼睁睁看着我被全校人羞辱，却无动于衷。他张了张嘴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苏瑶这时哭了起来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开那个玩笑。林婉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这么对江晨。他哭得梨花带雨，一副惹人怜爱的样子，可我早就看透了他的把戏。苏瑶，你赢了。我看着他，江晨是你的了，希望有一天你不会变成下一个寄生虫。说完，我拿起书包，大步走出了教室，身后传来江晨的声音，林婉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没有回头。去哪儿？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去一个能重新开始的地方，去一个你永远找不到我的地方。办理退学手续比我想象中要顺利，辅导员试图挽留我。林婉，你成绩这么优秀，为什么要退学呢？个人原因，我不想多做解释，说了又能怎样？说我被全校同学霸凌，说我被人叫寄生虫，说我的青梅竹马背叛了我，没什么意义。你可要想清楚，退学可不是件小事。辅导员苦口婆心地劝我，你还年轻，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？过不去的坎儿，或许吧，但我真的累了，身心俱疲。老师，我想好了。看我态度坚决，辅导员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先找份工作，攒够钱再继续读书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想放弃学业，只是需要换个环境。等攒够学费，我会去另一个城市，上另一所大学，重新开始。手续办得很快，下午我就拿到了退学证明。我回宿舍收拾东西，室友们不在，估计是去上课了。这样也好，省得见面又尴尬。东西不多，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。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半年的地方，墙上还贴着刚开学时大家一起拍的合照。那时候大家笑得多么开心，谁能想到短短半年后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撕下照片扔进垃圾桶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拖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，迎面撞上了江晨，他气喘吁吁的，显然是跑过来的。林婉，你真的要退学？他挡在我面前，眼睛红红的，让开！不让！他固执地拦着路，你不说清楚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说清楚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说清楚你为什么背叛我，还是说清楚你为什么纵容苏瑶伤害我？我没有。他想辩解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他心里明白，他确实这么做了。江晨，你变了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已经没有了愤怒，只剩下平静。以前的你会为了我跟别人打架，现在的你却亲手把我推进了深渊。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他声音很低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你莫想到。我觉得好笑。那你想到什么了？你想到苏瑶会给我起外号吗？你想到全校人都会骂我吗？你想到我会被逼得退学吗？每个问题都好似一把利刃直直刺进他心里。他的脸色愈发惨白。对不起，太晚了。我用力推开他。你的道歉我不稀罕。林婉，他在我身后大声呼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别走，求求你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停下脚步，却没有转身。江晨，有些东西一旦破碎，就再也无法复原，就像信任，就像我们那过去的18年。再见，不是永别。离开 S 市时，天气格外好，阳光灿烂，天空湛蓝如洗，万里无云，仿佛在为我的新生而庆贺。我来到邻省的一座小城市，
这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没人知晓我的过往。我找了份在奶茶店的工作，工资不算高，但维持生活足够了。老板是位40多岁的女性，为人十分和善。小林啊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怎么没继续读书呢？她有时会关切地询问。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，想先工作，这倒也不算说谎。唉，真是不容易。她叹着气，不过年轻就是本钱，往后机会多的是。是啊，往后的日子还长。我住在店铺楼上的小阁楼，房间特别小，仅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可这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空间，不会有人往我桌上贴恶意的字条，不会有人随意扔掉我的东西，更不会有人喊我寄生虫。每天的生活简单又规律，早上7点起床，洗漱完就下楼开店，打扫店内卫生，准备好材料，静候客人光临。晚上9点关店，结算账目，清理店面，之后上楼看会儿书，便上床睡觉。日子平淡的如同清水，但我却感到十分满足。这种平静的生活，正是我所渴望的。手机里不断有未接来电，全是江晨打来的，一天几十通，他还真是坚持不懈。我既没接，也没拉黑，就由着手机铃声响个不停。直到某天，我换了号码，手机里还有他发来的短信：林婉，你究竟在哪儿？求你回个消息吧。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你啊！每一条短信我都看了，可一条都没有回复。有什么可回复的呢？我们之间早就画上了句号。那个曾无比信任他，甚至胜过信任自己的林婉，已经死了，死在了那个雨夜，死在他撑着伞和别人离去的那一刻。如今的我是全新的我，一个不再依赖任何人的我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，奶茶店的生意相当不错，我也越发熟练。我还研发出几款新品，颇受顾客欢迎，老板开心地给我涨了工资。小林，你可真是个宝贝，他笑着夸赞，要是我女儿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我微微一笑，继续忙着调制奶茶，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。直到那天，店里来了个不速之客，是江晨。他瘦了一大圈，面容憔悴，胡子拉碴的，全然没了以前阳光帅气的模样。看到我的瞬间，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。林婉，他猛地冲过来，想要抱我，我迅速后退一步，躲开了他的动作。先生，请问您要点些什么？我用对待普通客人的语气问道。他一下子愣住了，眼神瞬间暗淡下来。林婉，是我啊，江晨，我知道。我神色平静，您想点什么？他望着我，眼眶渐渐泛红。我找了你整整3个月，附近所有城市我都跑遍了，问了所有可能知道你下落的地方。我还以为你……他没把话说完，但我明白他想说什么。他以为我出了什么事。如您所见，我过得挺好，请问您要点什么？后面还有客人在等着呢。我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，他深深地凝视着我，最终说道：一杯奶茶，随便什么口味都行。我转身去制作奶茶，手稳稳的，没有丝毫颤抖。做好后递给他20块，他急忙掏出钱包，手抖得厉害，钱洒了一地。我没有帮忙去捡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等着。他狼狈地捡起钱递给我。林婉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抱歉，上班时间不能闲聊。那下班后我需要休息。我直接打断他，把找零递给他，请慢用。接着转身去招呼下一位客人。他在那儿站了许久，手中的奶茶一口都没喝，就那样一直看着我，眼神哀伤的像只被遗弃的大狗。可那又怎样呢？当初他遗弃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的痛苦？江晨并没有离开，他在对面的旅馆住了下来，每天都来店里点一杯奶茶，然后坐上一整天，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老板察觉到了异样。小林，那个男生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以前的同学，看着可不像是普通同学吧？他意味深长地说道。我没有多做解释，有些事情解释了旁人也未必能懂。江晨的出现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，我依旧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，只是偶尔会听到他打电话。妈，我找到他了，可他根本不理我，我不会放弃的。还有一次，似乎是在跟苏瑶通话。够了，我都说了别再打给我。他的声音很大，把其他客人都吓了一跳。什么叫我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想找回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滚！啪的一声，他把手机狠狠摔了出去，
然后抱着头，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。有客人小声议论，这人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？看着怪可怕的。老板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我走过去，神色平静地说，先生，您已经影响到其他客人了。他抬起头，双眼通红，对不起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出原来的样子。他捡起摔坏的手机，脚步踉跄地走了出去，那个背影落魄的让人忍不住心生怜悯，但我还是狠下心肠，继续工作。晚上关店后，我看到他还站在街对面，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就像个迷失方向的孩子。我关上店门，径直上楼，没有回头。我已经明白，把慈悲给错了人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到了第7天，天下起了雨，雨势很大，就如同那个被他抛弃的夜晚。江晨还是来了，全身被雨水湿透，活像只落水的狗。先生，店里不能有水滴。我递给他一条毛巾，语气公事公办。他接过毛巾，动作僵硬地擦拭着头发。林婉，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我微微一愣，算算日子，还真是，这3个月太忙，我自己都把这事给忘了。生日快乐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里面是条手链，做工十分精致。我记得你一直很想要这个。没错，高3那年，我在商场看到这条手链，特别喜欢，但价格太贵，我舍不得买，只是在橱窗前驻足观望了许久，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。谢谢，但我不能收。我把盒子退还给他。魏石魔，他的声音在颤抖，这只是份生日礼物啊，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。收陌生人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。陌生人这3个字如同锋利的刀子，直直扎进他心里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林婉，我们相识都18年了。18年啊，怎么就成陌生人了呢？从你说出我是寄生虫那句话开始，我平静地陈述着事实。他仿佛遭受雷击一般，身体晃了晃，差点站立不稳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是什么意思已经不重要了。我打断他，重要的是你说出口了，而且任由这个词伤害我，甚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选择了别人。每一个字都像在对他进行残酷的凌迟。他的眼泪终究还是落了下来。一个1.8米的大男人就在满店客人面前哭了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嘴里不停重复着这3个字，似乎除了道歉，他已不知还能说些什么。江晨，你的道歉我听到了。我递给他几张纸巾，现在请你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，就像当初我离开你的世界那般，彻彻底底的消失。他哭得愈发厉害，周围的客人都围过来看，还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老板走过来问，小林，要不要报警？我摇摇头，不用。他马上就走。江晨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林婉，我不会放弃的，哪怕要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我也要得到你的原谅。说完，他跌跌撞撞地冲进雨中，连伞都没拿，就和当初的我一模一样。江晨病倒了，发着高烧，住进了医院。我是从老板那儿得知的消息。对面旅馆的人说，那个男生烧得昏迷不醒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一个名字，小林。他念的是不是你啊？我没有回应。要不要去看看他？老板试探着问，毕竟是老同学吗？不用。我继续擦着杯子，可手却不自觉地微微颤抖。老板叹了口气，年轻人啊，能有什么天大的仇怨？别等到以后后悔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后悔，该后悔的可不是我。但那天晚上，我还是失眠了。江晨冲进雨里的背影，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，和那晚的我太像了。不同的是，他是自找的，而我是被逼无奈。第2天，江妈妈来了，她整个人憔悴了不少，一看到我，眼泪立马就流了下来。小婉，阿姨总算是找到你了。她想过来抱我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躲开了。阿姨，我喊的礼貌却又透着疏离。她的手僵在半空中，眼神也暗淡下去。小婉，这几个月你到底去哪了？阿姨找你找得好辛苦。小陈也是，像发了疯一样，把自己折腾成这副模样。我没有说话。他抹了抹眼泪，接着说道，阿姨知道小陈做错了事，她对不起你，可是小婉，看在阿姨的面子上，就原谅她这一次好不好？她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摇摇头，阿姨，有些事一旦过去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可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呀。她情绪激动起来，感情那么好，怎么能说断就断呢？是她先切断的。我提醒她，
在他说出我是寄生虫的时候，在他眼睁睁看着我被全校人羞辱，却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在他为了苏瑶抛下正在发烧的我的时候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江妈妈哭得更伤心了。阿姨知道，阿姨都明白，小陈确实错得离谱。可是小婉，她现在终于明白你对她有多重要了。她真的不能没有你啊！那是她的事。我的心就像石头一样坚硬，就像当初她觉得苏瑶更重要一样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承担后果也是应该的。江妈妈看着我，眼神里透着复杂的情绪，有心疼，有无奈，还有一丝理解。小婉，你变了。没错，我坦然承认，我变了，变得不再依赖任何人，包括他。江妈妈走后，我以为一切会重新归于平静，但我还是想错了。江晨出院后，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，他在 S 大的论坛上发了一篇帖子，标题是关于林婉，我欠他一个真相。帖子篇幅很长，详细的叙述了我们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，讲了我的身世，我的努力，我弟善良，讲了他是如何被苏瑶迷惑，又怎么说出那些伤人的话，讲了他的愚蠢，他的后悔，他的痛苦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把所有真相都公之于众，包括我从来没花过他1分钱，包括我打工还钱的事情，包括那个记录账目的本子，甚至还贴出了转账记录和我写的欠条。帖子的最后，他写道，林婉从来都不是寄生虫，她是我见过最独立、最坚强、最善良的女孩，是我不配拥有她的友谊，是我亲手毁掉了这份无比珍贵的感情。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我宁愿从未遇见苏瑶，但世上没有如果。林婉，对不起，我不奢求你能原谅我，只希望你能过得幸福。还有那些曾经伤害过林婉的人，都给我等着。这篇帖子引发了巨大的轰动，真相曝光后，舆论瞬间扭转，那些曾经骂我的人开始转而攻击苏瑶，那些原本同情苏瑶的人也纷纷开始同情我。苏瑶被骂上了热搜，绿茶、心机女、第三者，各种难听的称呼都扣在了她头上。听说她承受不住压力，也退学了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老板把手机递给我看，小林，这说的是你吗？我看了一眼，点点头，是我。天啊，你竟然经历了这么多。他满脸心疼地看着我，那个男生太不是东西了。都过去了，我把手机还给他，继续忙手上的工作。是啊，都过去了，公道来得太迟，就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，就如同迟到的正义，已不再是真正的正义。我所需要的从来不是这些，我只是希望在我最艰难的时候，能有人坚定地站在我身边，而不是等到一切都结束了，才来跟我说对不起。又过了1个月，我攒够了钱，打算离开这座城市，想去更远的地方，开启全新的生活。也许会继续读书，也许不会，但不管怎样，都是我自己的决定。上班的最后一天，江晨来了，他看起来精神多了，起码不再像之前那样失魂落魄。你要走了？他的声音很轻。我点点头。他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说道，我不会再去找你了。我有些诧异，这1个多月，他每天都会来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从未间断。我想通了，他苦笑着说，勉强得来的，不是真心。我已经伤害你1次了，不能再伤害你第2次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这是你退学之后的事，学校已经撤销了关于你的所有不实言论，那些带头霸凌你的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分。苏瑶被学校开除了，还有，这是精神损失赔偿，我没有伸手去接，这些我都不需要了。我知道。他把信封放在柜台上，但这是你应得的，不是施舍，也不是怜悯，是属于你的公道。虽然来得晚了些，我看着他，第一次没有马上拒绝。林婉，他深深地凝视着我，这些年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谢谢你包容我的一切，谢谢你把我当成家人。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，对不起，我来得太晚了，对不起，我不配再做你的江晨哥哥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眶有些泛红。以后的路，你要好好走，要是遇到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勇敢去爱，别因为我这个混蛋，就不再相信别人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。江晨，我叫住了他，他停下脚步，但没有回头。保重，我只说了这2个字。他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，然后大步离开了。这一次，真的是再见了。
两个故事让人情绪过山车，直接坐到云端。第一个故事是脸盲老公只对白月光不盲的顶级修罗场，女主被当众否认，还差点被塞机票逐出国境，让读者们在荧幕前都替她牙根发酸，甚至吊坠被采弹幕直接破防。直到警局老档案加蔷薇胎记一出，真相像核弹级反转砸回去，男主当场石化 ，PTT 集体刷活该也不为过。而第二个故事主打校园群嘲加情感冷暴力，从寄生虫外号满校飞到论坛人肉、室友排挤，处处都是社交死亡瞬间。雨夜门口那把制片像校花的伞，直接把18年青梅踩进水坑里，这段比任何刀子都锋利。整体体感，前者是社死及误认加童年业障清算，后者是群体霸凌实录。拜托各位渣男 NPC 别再把同理心设成0了好吗？女主们扛住了全场恶意，还能原地站稳，真的猛到像在打最难副本。宋智，你别回头了，蔷薇开在你身上，让他们自己在原地脸盲崩溃去吧。林婉，把那把伞还给他们吧，你自带晴天系统，从此只给自己撑。